大家好，我是美乐。嗨，我是阿丹。然后我们呢，现在在奥地利的维也纳。那今天呢，我们是要介绍一个奥地利的脚踏车品牌给大家，叫做 Velo。这支影片呢，我们就会带大家来看看这一台奥地利设计制造的脚踏车会是什么样子。那我们现在呢，在它的店的前面，然后等一下呢，我们就会去看看店里，然后还有他们的 service center 跟他们的一个工厂。那等一下呢，也会有 Velo 的创办人跟他们的团队带我们去逛逛维也纳的市区，还有介绍车子跟他们的品牌故事给我们听哦。那今天就让我们骑着 Velo 带大家来看看维也纳的市区景点吧，走。So when you have you buy from the market textile. Doesn't matter how far away. 这里就听到了很多的音乐声音，果然是音乐之都。那我们现在进来他这间店看看。那刚刚创办人呢跟我们说，他这里有一间店，然后是大部分的展示都会在这边。然后他等一下呢还会带我们去他们的另外一间店，在旁边这样而已。他等一下还会带我们去一个工厂，他们组装的地方，带我们去看。那边就会比较大一点。这里呢，我们刚刚经过的时候就看到很多人在窗口这样子探望。对，它的折叠车呢还有分不同的材质，就是有钛的跟钢的。然后它这边呢展示了它的3种的脚踏车。第一种呢就是我们平常最常看到的链条的款式，它传统链条的它是10速的变速。然后第二种呢就是用皮带的。皮带的呢，还搭配内11速的变速，然后第3种呢，就是他们的电扶车，就是有电助力功能的。然后他们电助力的功能最近也是推出了这一种的款式，可以载人的。好，那现在创办人呢要帮我们示范它怎么折叠。So you open here. This you take out. I show you how it goes here. A little bit. Where is the magnet folding coming from? The idea is that you don't need to unlock anything, and this is very studied. We even did the backflip, not we, but stuntman, and this didn't went out, so it's really stable. I would not recommend to make a backflips on the bikes, but it's very steady, and at the same time you have the suspension. The idea is that it does not move when it's locked. There is no movement. So in our competitor is always like a small play, and this is very important for us. Everything is stable and firm, so no shaking. So everything is like needs to be like. And it's also important for us. This is also unique on our bikes. We don't split the frame. You fold there where is the suspension, hinges in the frame. That's very important. That's make it also very steady. Magnet suspension also on the fork. You can see here. It's a special angle. You think so that the wheel, when you fold, comes on the side, and this saves space. So you make it big wheels, small fold. A lot of people also are using the bike for traveling. Yes. And going off-road. So that's why they say it's not made for, but they can do it. we can do it, and we pass the test. 我觉得这家很棒哎，它这个不仅它是折起来，因为它这个脚踏车是非常的稳定，所以它也是可以做一些像是 off-road 啊、mountain bike 可以做的事情。因为他们也是有经过这一种很多项的测试的，是可以做的，就是跟一般市区城市的小折不太一样。You see here, that's the battery, the motor, the electronic gear shifting, and all the sensors here. Here on the flat surface, and when it goes up, when it goes 1% or 2%, your body doesn't feel it, and then the system knows the right amount because it knows in which elevation. And also, for example, if you get tired, you push less. So the gears also calculate. I have less power, I give you more push. 它其实就是根据你脚的回转数来自动的去判断要给你多少的助力，这样子。自动的 AI 脚踏车，算是吧。好，那我们现在准备要出发了。你看他们还借我们这安全帽，它这个还皮革的耶，好高级哦，可爱哦。我先试骑它这一台电助力的。走，我们现在要出发喽。
哦，有哎、哇，有哎、太酷了，哇哦spin backwards, it starts stopping. And it's recharged automatically. 哦，它这个脚踏板往后旋转的话，它就会在帮你充电诶，它就自动帮你充电，我觉得超好的，难怪它不需要常常充电。它就是智能帮你看要推多少，像我现在在这个城市骑乘啊，它就没有让我很冲这样子。开始起步的时候，它只给我一些些的电助力。You can always do like this. 哦 And it starts recharging.，charging，OK。他说，如果我今天是在休息没有在踩的时候，我就可以往回踩几圈，那我就可以回充我的电了，我就不会怕我等一下骑到哪里的时候没有电，所以它随时都可以回充。嘿，看我现在就可以回充，而且下坡的时候它也可以帮我回充，也太好了吧！哇，这里很美耶，你看前面这里。这是他们主要逛街的地方，就是他们 local 的人才会在这边逛街，就是不是在老城区那边。真的超稳的，它是虽然是小的，可是它完全没有牺牲掉任何的稳定度，哎，好好骑哦！主要就是因为它车架设计的关系，而且它每一个小细节啊，都有想到它骑乘的舒适度方面。好，那我们现在来到他们的博物馆，它这个就是以前停马的地方。然后停马的地方呢，它这里一进来真是超级巨大的。然后它这里有一个 Modern Museum， 就是比较现代化的博物馆。然后这些也有一些餐厅，大家都可以来这边，像是放松啊，在这边坐啊，吃东西这样子。前面这个雕像呢，就是他们2000年之前的时候呢，有一个女皇的雕像。Because this was the capital of Austria-Hungary. So Budapest and Vienna was in the one country. 哦，前面这个博物馆呢，它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博物馆。然后它这个呢，之前在非常久以前，布达佩斯跟奥地利是同一个国家，所以他们的收藏品呢，就会在右边这个博物馆里面。好，然后前面这个呢，就是他们的以前的一个女王。这里就听到了很多的音乐的声音，果然是音乐之都。只有建造这一边，然后另外一边呢，本来是要建造一样的，有点像是罗马竞技场两边这样子的概念，然后它只能盖另外一边，因为另外一边可能是刚好没有钱了，所以就只有盖马的雕像而已，另外一边的建筑物没有盖完这样。前面这个呢，就是莫扎特的一个雕像。这个草皮上面，大家都会在这边野餐啊，或者是在这边享受这个大自然的风景。我们现在来这边休息一下，像是现在我们来这里小休息一下，来喝个东西。那维也纳人呢表示来休息一下，喝个东西就是表示会喝到让自己有点醉醉的这样子。可是因为我们骑脚踏车呢，所以大家就是来这里喝凉的东西这样子而已。我们现在就是在这里霍夫堡的地方，它这一整圈呢，主要就是会有一些老城的建筑物啊，然后它会有一个城门的概念这样子，有一个城墙绕着这一圈。那现在呢，这就是一个很多城堡的一个聚集地，然后这边有国家图书馆，然后有音乐厅，有城堡，然后有总统官邸，都在这一区。对，这里很美。对，然后他就说，当地人呢，很常就是下午会来这边坐着，然后休息一下，然后或者野餐这样子。这样子。那我们现在喝完东西，我们现在继续骑，再骑去下一个景点。那我们喝完饮料之后呢，我们现在来到这个拍照点，这里就是最有名的音乐厅。那这里拍照点超好的，看这个拍照点就是有一个骑马的人的雕像这里。刚刚我们在那个前面那边那个大的女王雕像啊，然后这个旁边这个雕像呢是她的先生，是吗？对，真有趣。对，先生在旁边，女王在中间。对，走。哦哟，充电，充电，充电。
We also have one photo on the front of this, and they allowed us to use the brand 哦 because they like the bikes. 哦，那我们现在骑到这个主要观光的地方，然后它这里就是有这个很大很大的教堂，这里著名的景点。看前面这个教堂非常的壮观。在维也纳呢，最主要的一个景点的区域呢，就是在这个老城区的这边。然后这边可以参观这个教堂，或者是莫扎特的故居，这边非常有名的精品街也都在这里。你看它这里只有一个钟塔而已，然后你看像在科隆它有2个钟塔，他说因为呢像刚刚我们去的那个地方一样，它只有做一边，它另外一边没有做。就像你刚才讲的，维也纳人喜欢没有完成的。对，他们带我们来这广场的旁边，这是有一个小景点，是维也纳人才知道的小景点哦。小景点就是它旁边这个卖手表的店，旁边有一个木头的东西，在很久以前，像是2000年前，很多地方来的人就是拿着他们的木头来这边放。他就说这是一个秘境景点，只有维也纳人才知道的哦。So when you have like you buy from the market textile, you don't have that meter, so you can come here and measure. 太酷了吧！你看在教堂的旁边呢，它这里观光客不会注意到的一个地方，就是它这里有2根杆子。它这就是以前呢，这边是一个市场。市场呢，它以前没有尺，它就用这个来测量布的长短。然后像这个圆圈圈呢，就是测量那个面包的大小，这样太酷了。这个中央咖啡馆这里，然后这个中央咖啡馆呢，也是来这边都会来的一个景点哦。它这个里面也是非常的漂亮。然后它这边呢，如果要预约餐厅的话，刚刚他们说现在呢是7月，已经预约到10月了，都没有位置，就要现场来看有没有位置这样。然后在这边很有名的呢，大家就会来吃苹果卷，他们是说在这边的炸猪排也是很不错。对。然后这个地方呢，刚刚他跟我们说啊，因为那个茜茜公主啊，她很喜欢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才变得非常的有名。不然有很多的咖啡店都是像它这么漂亮的。那我们接下来呢，要绕到另外一边，会经过多瑙河，然后会去吃东西。吃什么呢？就是他们说没有观光客的地方，他们说就是只有 local 的人非常喜欢吃的。现在要下河堤了，这里就是以前的运河，他们以前都是在这边运送东西的。哎，我现在就可以充电了。Bands, you know, like with the 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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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me on the ship. You see this long island. That's artificial island. That... 那我们现在又来到一个更老的老城区，他说这里几乎不会有观光客来的哦，可是比刚刚那个老城区还要更旧。你看它从1234年就有了，到现在还是维持原本的样子。哦，这里你看，以前最大的一条路。对，他说这是跟以前完全是一模一样，而且大家还都是一样住在这边呢。You see the Murano glass? Yeah. Because they're very close to Venice, and Venice used to be part of Austria. So they used to have in the old houses, they used to have these glasses because they could not make a flat glass like this. They had to make a frame with metal, and these come from Venice, Murano. 来吃他们这里，他们从小时候吃到大的最喜欢的一个甜点店 Ice Cream Shop， 这间就是他们这里只有 local 的人会来吃的，我们来吃吃看吧。我看到那边都是爷爷奶奶在那边吃，对呀，
然后我们点的呢就是他最喜欢的一道甜点，然后他们说他每一次都会点这个。我们点的这个是有草莓啊，有芒果口味的，吃起来酸酸甜甜的。它的造型呢又是非常的复古的造型，我觉得吃起来也真的是很有复古冰淇淋的感觉。对对，就是有一个怀旧的那种感觉。不愧是这里的老店，很多老爷爷老奶奶都来这里吃那种怀旧风情。我觉得骑这个我可以脚踏车环欧洲了。我也觉得这个好好骑而且这些东西耶，这些东西也是非常方便的，还可以搭火车，不用加钱。好，那我们现在经过这个市场，那他刚刚说前面那一段呢，就比较多餐厅啊，比较多观光客会去的。然后在后面这一段，它有卖一些像是香料啊，或者是种子啊，或者是一些当地的食物，那些就是比较像是 local 的人会来的。然后我刚才看有一些卖 souvenir 的店的话，也是很好逛的感觉。对，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呢，是17世纪时候就有的一个超市的大门，在以前呢要经过这个门进去的时候，才可以开始做买卖。But we need to make a little bit. We do it together. 那我们刚刚从那个市场骑过来这边一个咖啡店，然后它这个咖啡店呢，就是外面有一个公园，它这边就是他们当地人很常来的一个咖啡店。他说这里有非常好吃的炸猪排在这边哦，他们当地人最喜欢的炸猪排就是在这一间，然后他们也非常常来这一间。然后它这间呢是1901年就开了，它这个 building 呢，楼上住的人呢都需要签一个合约，说我们这里楼下呢是咖啡店，因为这个大楼呢是因为这间咖啡店而盖成的大楼。所以住楼上的人呢，就需要签一个合约，说不管他们楼下有多吵，他都不能抗议。那在这边的咖啡店呢，它不是真的就是咖啡店，它是因为有这样子的庭园，然后又有卖酒啊，这种就是叫做咖啡厅这样。对，就是像是餐厅的意思，庭院餐厅。哇，然后就可以看到这里的设计呢，从19世纪开始就这么漂亮。对啊，难怪它这里的房子都非常有艺术的感觉。哇，有2片呢。你看我们点的这个炸猪排，一个饼有2片，好，等一下还有沙拉。这种炸肉排呢，他们会用猪肉或者是牛肉这2种选择。对，那在以前呢，通常都是有钱人会选择吃牛肉的，对，但是他喜欢吃猪肉的，所以我们就要跟着他吃猪肉。对，老师 ，What do you order? Lever. Thank you. You want also to? Oh, we share this one. 我们点炸猪排，然后他点了一个猪的肝，他说他不确定什么动物的肝。对，我们来试试一口，它这个，还有这个我们刚刚的这个。我们这趟路呢没有骑得多远，那但是吃了好多东西。对，因为我们主要呢就是在维也纳的市区骑脚踏车吃吃喝喝这样。骑脚踏车逛市区，我真的觉得蛮好的，而且它这个车子好好骑哦。来吃吃看你的肝怎么样？猪肝，没错，这个是猪肝。对，炸的猪肝。这猪排啊，虽然我们在德国有吃过，不过在维也纳吃到炸猪排，好像又有一点不一样。好吃。对，它就是用炸，但是它不会炸很干。对，它不会很柴。这个是2012年他赢得那个台湾的一个脚踏车比赛的奖项的一个脚踏车奖，然后再来呢，这个呢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红点奖，对，这个是2015年他们的 Velo Bike 赢得了红点奖，然后它这里还有一些其他的地方的奖项，它都有挂在这边。那我们现在来到他们的这个 Service Center， 像是每年他们都会来保养他们的脚踏车啊，就会来这边。那主要的店面就是离这边大概骑脚踏车10分钟的时间而已，也是在这附近这样子。然后它这边呢是原本的创始店，他们当初在设计他们的脚踏车的时候，就是在这边哦。你看这个盒子都是用电视，但外面这个图案。对啊，为什么？因为呢，电视这个东西，搬运工人在搬运的时候呢，他们会比较小心一点。我猜的啦。哦，啊，这个也是。你看也是啊，电视。好，不然你问问看。
for all the stuff that we do. 然后他们这个箱子啊，为什么会有这个 TV 的样子呢？因为第一个 reason 呢，就是因为他们从第一开始的那3台脚踏车，他们运到古巴去的时候呢，他们那时候不知道要用什么装，然后他们就发现，哎，用电视的箱子就蛮好的，就很适合装他们的脚踏车。然后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呢，他们用 TV 的外壳呢，大家就会比较小心他们的这个箱子，就不会像是乱丢啊这样子。我觉得真的非常的有趣。好，那我们今天呢，很感谢 Velo 的创办人带我们骑了 Velo 去环了一下维也纳。然后我觉得这一台车啊，真的是非常的好骑，它非常的稳定，然后它完全就是没有小折的那一种不安全的感觉。然后它的电助力的脚踏车，我觉得非常的好骑耶，非常特别，而且它是自动变速，它也不用自己变速，它还可以自己加力这样子，就非常的方便。然后折起来的感觉，因为第一次不熟悉的时候呢，折的时候会有一点不顺，可是到了第2、3次的时候，你就觉得非常好折，非常方便。整个骑起来的路感呢，我觉得很棒，很舒适，就是跟我们的公路车骑起来几乎没什么两样。For someone who is watching the video, could you tell them anything about a Velo? Would you recommend Velo to them? If they go for a city trip or every day or doesn't matter what, it's a perfect companion to everyday life, but also to short trips like what you're gonna do tomorrow, for example. And today, so we went like a whole day with biking in the city. Yeah. And you can also do it every day. Yeah, just the lifestyle. Very nice. As I think it's really suitable not just for the life, but also for the traveling and also experiencing, or also we can use it as an advantage. The performance for this floating bike is very, very good. Also, gravel is also possible. Yeah. And you can take it everywhere. That's the advantage. You can take it tomorrow in the train, you can put it in the trunk of a car or in your office, whatever you like. And thank you for today. Thank you. Thank you.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那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帮我们按赞、分享、订阅、开启小铃铛哦。拜拜。拜拜。